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欢迎来到 Coffee Talk。在这一集呢，我喝的是黑糖燕麦奶拿铁。我的黑糖好像放太多，有点甜。终于又来到新的一集的 Coffee Talk。在上一集呢，我跟大家分享我去諮商的经验。我发现不少网友就是在下面留言说，他曾经也有过諮商，然后有些人也表示认同说，不管你有没有一些心理疾病，或者是你目前人生面临的问题，或大或小，都可以去諮商，然后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那看到这些留言，我觉得非常开心，所以我今天想要再进一步来探讨我在諮商的过程中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情。或许有些人呢，可能曾经有面临过人生的低潮期，或者是现在你正在面临低潮期，所以你选择打开这一部影片。那这个标题我想要定名为低潮期怎么办。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3个字，叫做复原力。那复原力的英文叫做 resilience， 那它的意思相近于心理韧性。那我先说我不是心理諮商背景的，这个词汇是我从諮商师的口中听到的，然后我们探讨过后，我回家之后又再深入的研究了一下。那我想要把我对于心理韧性的看法分享给大家。复原力这个字呢，它其实就是心理諮商界的专有名词，个人具有某些特质或是能力，使这个人呢，他处于危机或是压力这些情境中的时候呢，他发展出的因应策略，这个就称之为复原力。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假如说有些人他的人生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很惨的事情，例如天灾人祸等等的，但是呢，他没有出现太大的身心问题或是崩溃等等的情绪，那这些人他可能就是复原力比较高的人。接着我们就进一步来谈谈这一集的主题，也就是低潮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走出伤痛呢？有一次呢，我在諮商的时候，我就问諮商师说，一般来说需要几天来经历低潮才算正常呢？低潮的频率大概多久？低潮一次会是比较符合正常的标准呢？当我抛出这个问题之后呢，諮商师他就先想了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这个问题这个烦恼在我心中占据8到9分重要的话，当你为这件事情难过8到9分，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明明它在你心里那么的重要，8到9分，但是你只能让自己低潮个1天，这样子不是很不公平吗？然后諮商师又再给我了一个比方，他就说，假如你的家人、你的亲人遭遇这个人生最不幸的时候，你会替他们感到很痛苦。但是如果这个遭遇不幸的人换成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路人好了，当你看他遭遇不幸的时候，你的痛苦程度其实绝对会减轻许多，因为他不是你的亲人，不是你的熟人，不是你认为重要的人。那我听完就觉得非常有道理。我过去常常会用责备的方式责备自己的情绪，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把情绪放大，不管是喜怒哀乐，我很容易同理，很容易共感。在我人生经历各种烦恼、各种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庞大，其实我会经历比较长的一段低潮期。在听完諮商师讲的这一段话之后，我觉得醍醐灌顶的感觉，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责备自己呢？这样子对我的心理不是很不公平吗？接着我就问諮商师说，当我们面对低潮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接受？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呢？然后他就说，其实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学习觉察你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情绪，可能是平静，或是焦躁、焦虑不安，或是愤怒、难过、失望。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花时间、花心思去觉察你自己的情绪。那当你觉察之后呢，我们试着去接纳，不管原本的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好或不好的情绪，我们都学习去接受它，然后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就面对它。
学习去觉察，接着接受，你心里闷闷的感觉不会越积越深。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想要逃避这个情绪的时候，我们不是真正的逃避，我们只是在短时间内让自己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所以呢，我们在面对情绪的时候，先学习觉察，然后接纳。这是咨商师给我的第一步。接着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复原力，那应该会有些人想要问说，当我们经历低潮之后，就算我们学习接纳了，我们学习觉察了，我们还是需要去提高复原力，对吧？我又再问了咨商师说，低潮的时候我没有其他的做法，我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了吗？然后他就说当然有。这时候他就讲到了复原力这3个字，他要说那我们来想一下情绪复原的工具箱吧。然后我就想说，工具箱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但是呢，它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做，它是反问我，你从上一次低潮走出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那时候你采取哪些行动吗？你做了哪些事情，或是你的生活是怎么样？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我想了很久，我就想说，不对啊，我低潮就是很难过啊。可是想一想，我就想到一开始呢，我难过了很多天，然后我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例如说上课，我就上课都心不在焉，或者是平常和家人相处过程中，我就眼神涣散，然后就一直在想着我自己的烦恼，然后有时候想着想着就觉得很委屈，然后就很难过，就哭了。这样子的状态维持了很多天之后，后来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人聊聊，然后就打电话给我朋友。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我很常会做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能再憋了，我想要找一个洞口宣泄出来，然后把我所有的烦恼，然后我经历的一些低潮等等的都告诉我的朋友。因为这个朋友跟我很熟，然后我也知道他是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所以当我告诉他之后，他非常耐心的把我的各种事情听完，他也分享他这个阶段当中的类似的人生经验给我。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的心情好了非常多了。除了跟朋友聊天，我后来又再仔细想了一想，我其实还有做一些让我发自内心很快乐、很愉悦的事情。那我这边就直接照着我的逐字稿来念哦。游泳、瑜伽伸展、泡一壶热茶、整理环境、泡澡、睡觉、跟宠物说话、旅行、接触大自然，像是走步道啊、去海边等等的。一个人吃好吃的东西，把所有念头都白纸黑字写下来，等等。然后咨商师呢，他就微笑跟我说，这些就是你的工具箱。这时候呢，我想要请大家按下影片暂停键，然后去想一想，当我难过的时候，或者是平常好了，也不一定要是难过的时候，我平常做了哪些活动是让我觉得很快乐的呢？如果刚刚我提到的那个让我快乐的活动，你也觉得你平常会做这些事，那你也可以参考，然后把它列出来。我假定正在观看影片的大家已经先把你的情绪工具列出来了。好，那我就继续讲，就是当你列出来之后呢，你就反复审视了一下你的工具箱的清单。我其实有找到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事情可以让我暂时离开压力的情境。在我跟咨商师聊情绪复原的工具箱之前，我以为我对我的生活，我对我的目标规划，对我的人生方向，我的感情，大大小小的问题，我是没有掌控权的。但其实当我列出这些工具箱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有相对的主控权，我有能力可以让我自己接受各种情绪，然后也有能力可以陪伴这个情绪之余呢，再掏出我的工具箱，一一的做出让我可以快乐的事情。像是我今年的低潮期，我就去游泳，游了很多次，然后觉得哇，我就觉得泡在水里会让我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而且在水里面我没有办法滑手机，没有办法看电视，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我就是专注在当下，然后游我的蛙式，或是游我的仰式，或是有时候我就会算说，我今天游了10趟，然后就获得了成就感。游完泳，我觉得心情好非常多。在影片的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说，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每个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学习觉察，觉察之后呢，再慢慢的去接受各种情绪，然后记得大家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列出你的工具箱。不管我们生活中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有主控权的哦。大家时不时可以把工具箱打开来复习一下，然后当我们在下一次经历人生低潮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咯。久而久之，你的复原力就会慢慢的提升。那我们这一集的 Coffee Talk 就到这里咯，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离开之前呢，别忘了帮我按个赞，或是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分享给你觉得可能也会喜欢这个内容的人。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